小叔子女友未婚先孕，狮子大张口要28万彩礼。老公一家想拿我的10万彩礼填补空缺，我不同意。婆婆以死相逼，坐在地上撒泼打滚，说我存心断了她家的根。后来我站在产房外，看着襁褓里金发碧眼的孩子，混血，这怎么不算孙子呢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刚下班没多久，婆婆就带着小叔子上门，2个人坐在沙发上，表情凝重，一动不动。这表情看得我有些心慌，还以为老公在公司出了什么事情。婆婆谄媚地握住我的手，浑浊的眼睛里透露出金光。依依呀，家全谈了个女朋友，人家要28万彩礼，我手里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，要不你借给他点，帮他娶媳妇。小叔子对象不是才处没几个月吗？这么快就要结婚了？我记得我和家栋结婚的时候，10万彩礼都差点谈崩了，怎么到小儿子这里，28万竟然眼睛都不眨一下？我摇摇头，表示没钱。你那彩礼应该还在吧？都取出来呗。婆婆抬高了声音，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，现在家全娶媳妇没钱，你这个做嫂子的就得帮忙。这老太太又开始不讲理了。据我所知，她一直很偏心小叔子。何家全现在已经35了，有什么好东西都是先紧着他来。难道我是嫂子就得没有怨言的奉献，就得当冤大头吗？小叔子也站在旁边，声音尖锐，拱起了火。嫂子，我能不能娶到媳妇，可就看你的了。2个人配合得无比默契，左右把我夹在中间，根本不给思考的机会。我看了一眼卧室里写作业的女儿，已经坚定了心中的想法。我那彩礼是要留着给菲菲的，是我的育儿基金，谁都不许动。婆婆一听就炸了，那丫头片子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吗？她重要还是我儿子重要？我赶紧把房门关上，生怕菲菲听到，心里受到影响。在我这里，菲菲永远都是第一位。至于小叔子结婚没钱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外面天也黑了，你们早点回去吧，省得赶不上末班车。我抱着胳膊站在门边，下起了逐客令。婆婆无话可说，只是瞪了我一眼，气鼓鼓地拉着小叔子走了。他们愿意哭穷，就去和别人借钱，但别在我这碍眼。晚上，何家栋回来了，他把公文包重重地扔在沙发上，不耐烦地揉着脑袋。良久，他开口询问我今天和婆婆说什么了。我能说什么？自然就是不借钱。老婆，咱们不是还有几万存款吗？你那彩礼钱就先借给家全，让他把媳妇娶回来再说。开什么玩笑？他妈什么德行，他自己还不知道吗？这钱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家栋还在继续劝说，甚至保证书都写了。被我打断后，他脸色阴沉地看着我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戳他心窝子，那是你弟，不是我弟。再说了，就算是我家亲戚，我也不可能把这么多钱说借人就借人。结果他急了，质问我什么意思。结婚的时候，你们一家对我百依百顺，装的那叫一个好。自从生下菲菲后，开始原形毕露了吧？明里暗里嫌弃她是个女孩子。这钱就是我给菲菲存着的，我说不借不就借，谁敢动试试？何家栋勃然大怒，反手摔了杯子，说我自私小气，明明能帮他弟弟一把，却非要看着他娶不上媳妇。我也不甘示弱反击，婚后财产就是夫妻共同所有，你别想拿着钱偷摸去填补别人。何家栋之前经常背着我，有事没事给他弟转账，几百上千的，他以为我不知道。我想着他们毕竟是兄弟，
这点小数目，我也就没跟他计较了。但是现在他想打彩礼的主意，没门！咱俩结婚的时候，要不是我极力反对，这房子早就上了你妈的名字。现在小儿子结婚，他倾家荡产也要凑钱买房子，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婆婆偏心的厉害，家栋不可能不知道。常年的洗脑已经让他失去了思考，根本不懂得反驳，只知道一味地帮衬他弟。道理都懂，依然还要逃避。他听不下去，烦躁地拿上外套夺门而出。何家栋整夜未归，我也懒得去管他，守着菲菲，一夜好眠。第二天，我早早送孩子上学，去上班的路上，就听见手机叮的一声，是银行卡的支出短信。我一看，竟然被划走6万元。不用想，我也知道是谁。我握着手机，手止不住地颤抖，恨不得马上立刻把何家栋撕碎。我打电话给他，拒接，再打，直接关机了。我转头请假就去了婆婆家。刚打开门，就看见何家栋那张阴沉的脸，以及何家全得意洋洋的面容。婆婆上下打量着我，冷哼一声：“哟，冷血抠搜的大忙人来了。”我径直绕过他，看向沙发上的何家栋，厉声问他怎么回事。借给家全了，人家女方都说了，彩礼能带回来，这钱就算是他借的，以后肯定能还回来。借？我啐了口唾沫，用手指着何家栋，他之前向我们借过几次钱，哪次还了？何家栋怎么就这样一个死脑筋？嫂子，你要这么说就不好听了。何家全撇撇嘴，看向他哥，我哥没结婚之前，那钱都有我的一半，现在你出现了，就总管着我哥，他一点经济自由都没有。婆婆也跟着帮腔，说他成了妻管严，和我脱不了关系。我气得差点要拍桌子，你愿意当冤种，这是你的事情，那6万块钱里面有我的钱，赶紧还我，要不然这事没完。何家栋不服，和我对视，那副样子就像我才是拿他钱的人。婆婆和小叔子一直在拱火，说他无能，连男人的尊严都没有了。何家栋一听也来了劲，生怕彰显不出自己的男人气概。蒋依依，这是我亲弟，别说6万，就算60万，我做哥哥的也该拿。我看着他脖子上抱起的青筋，目光呆滞地愣在了原地，内心不由得一阵冰凉，最后忍不住发笑。何家全年薪10几万，工资可比他哥这个小职员高多了。但是他和婆婆俩人死死盯着他哥的钱包，这傻子还觉得挺伟大呢。看我笑得直不起腰，何家栋眼神闪过不解。这个烂摊子我再也不管了，离婚吧。说完我就要走。何家栋僵在原地，婆婆倒是不甘示弱，叉着个腰，阴阳怪气地叫喊：离就离，我儿子配得上更好的。我收拾好行李，去学校接了菲菲，回到了娘家。我妈看到我回来，先是一愣，又看到我身后的行李，瞬间明白怎么回事，然后扯着问我发生了什么。其实你婆婆他们也没毛病，你没有生下男孩，她肯定着急娶媳妇，日后延续香火，好传宗接代呀。听完这话，我就不乐意了。怎么，他家有皇位要继承吗？没有孙子活不下去。我妈又开解道：人家借了6万，娶了媳妇，生了孩子，皆大欢喜。要是因为你没娶成，他家人的多恨你呀。这句话就像闷拳打在我心上。我不理解，我妈思想怎么如此封建，现在他家人都骑在我头上了，还勾据都帮着别人说话。他见状连忙握住我的手，好生规劝，说离过婚的女人不好找，还拖个孩子就更难了。我不同意，妈，我有工作，
能养活自己和菲菲。可我妈不这么想，她一辈子住农村，思想早就根深蒂固了。我甚至没法确定，她是真的为我好，还是怕旁人的指指点点。最后我俩也闹得不欢而散。晚饭时候，菲菲突然在餐桌上问我，是不是要和爸爸离婚？我从没有和她说过这事。我抬头对上了我妈心虚的眼神，秒懂。妈妈和爸爸有些不开心的事情，以后可能会分开，但是会一直爱菲菲。话还没说完，菲菲就哇地一声哭了。我妈赶忙安慰她，还瞪了我一眼。这顿饭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，简直难以下咽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思来想去睡不着，余光瞟到阳台还亮着灯，我妈在那里像是在跟谁讲电话。最后困意来袭，沉沉睡去。第二天，何家栋就提着一堆礼品来到我妈家，冲我着笑。我妈热情地招呼着他，又去厨房准备好菜，只剩下我俩在客厅。老婆，这钱我要回来了，你看。他从兜里拿出一沓现金，看样子是其中的3万块钱。别生气了，跟我回去吧。菲菲坐在我们中间，抱着他胳膊摇晃，说想爸爸了。可我当时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妈交给他的，钱也是我妈贴的，就是不想让我们离婚罢了。他们都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。最终我还是跟何家栋回去了。路上他拐弯去了婆婆家，说小叔子的女朋友来了，婆婆做好了一大桌子菜，就在家里等着我回去，还小心翼翼地叮嘱我别生气，不要弄得太难看。只要他们不来招惹我，我自然不会有什么动作，什么结婚生子，与我通通都没有关系。进去后，我刚坐在沙发上，就看见小叔子扶着他女朋友从卧室里出来。女孩看着不大，一双眼睛倒是精明得很，像极了婆婆那款。肚子高高隆起，一看就是怀孕好几个月了。菲菲在她边上站着，小叔子用力将她一扯，差点把她扯倒了。你干什么你？我赶快跑过去，护住了菲菲，她才没有摔下去。小叔子有些不屑，嫂子，我也是怕菲菲碰到我未出世的儿子吗？2个人间隔一个空缺，他还真没有必要绕过去推菲菲。我刚要发火，就看见婆婆热情地走过来，肥胖的身子一撞，挤到了我们中间。小娟，快坐下，别累坏了。几个人忙不迭地扶着她入座。阵势浩大。我悄声问何家栋怀了多久，他伸出3个手指头。奇怪，才3个月，这肚子怎么这么大？我去医院找朋友体检查过了，是双胞胎男孩。小女友一脸骄傲地摸着肚子，眼睛滴溜溜地转。婆婆听完更乐了，嘴都闭不上，连声说着无论她想要什么，她都买。她只要肚子里的孙子健康出世。阿姨，我也没什么想要的，就是听说金养气，玉养身，我看嫂子身上戴着的翡翠和项链就不错，要是也能拥有就好了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镯和项链，她眼神是真好，这些东西加一起都有5位数了，胃口可不小哩。自从怀孕后，我整个人都有些昏沉沉的，身体发虚，我也不想选了，嫂子的这2个就挺不错的。小女友说完，表情认真地看向婆婆，脸上都要开花了。她这算盘珠子都崩到我脸上了，回来吃顿饭，合着是要赔上我最爱的首饰？开什么玩笑？再说了，这是我的东西，你堂而皇之的要，这分明没拿我当回事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教教你怎么做人。我漫不经心地摆弄着镯子，故作惊讶地说道：哎呀，瞧我这脑袋，差点忘了，我妈从小就说我命格弱，贴身的东西不能随便送人。
我神秘兮兮的，声音也故意放得很低，生怕天机泄露的样子。轻则倒霉，重则有生命危险呢。小女友一听，脸色瞬间煞白。你凭什么不要脸就想占有我的东西？婆婆听完不乐意了，说我诅咒她的金孙是个恶毒的女人。妈，你要是不信，我大可以现在摘下来送给她，但真的出了事，你可别怪我。说完我就要摘，却被何家栋厉声阻止。他绕到我身后，拉着我来到卧室，关上门，压低声音：你明知道我妈那么重视这孩子，你为什么还要说这么晦气的话？重视这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他重视孙子，就自己去给他儿媳妇买，休想打我的主意。正在我俩僵持不下的时候，门外响起了婆婆的声音。她走进来，同样压低了声音：你作为嫂子就多担待点，不就一个镯子和项链吗？你先给小娟，到时候让家栋再给你买不就行了？说得倒轻巧。我冷哼一声，目光扫过这两人：你们要想做好人，就自己去买呀，或者折完现金给我6万块，我立刻摘下来送给他。婆婆一听不高兴了，既然这2样我不同意，就提出把我结婚时的3金拿出来给他，这样皆大欢喜。何家栋也在一旁点头，默许了这个主意。皆大欢喜，是你们皆大欢喜，可不是我。合着我里里外外都必须送点东西呗。我故意打开门，嗓音不大不小，确保小女友能听见。你们居然为了省钱，拿着旧金饰送人，那可是何家的大孙子啊，怎么也得重视。婆婆气得身子直晃，手指着我，半天憋不出一个字来。我知道你从来不舍得给儿媳妇花钱，可她现在怀着你的大孙子，你怎么还这么抠啊？我生气地甩开俩人，走到小女友旁边，装作心疼她的样子，握住她的手。我在这个家这么多年，就像个保姆一样，天天负责他们的吃喝拉撒，一天365天，除了上班还要包揽所有家务，全年无休。我声泪俱下，诉说着自己的苦楚。这家我是待不下去了，以后这个重任交给你吧，今后他们母子3人的衣食住行就都由你来照顾了。小女孩顿时坐不住了，呆呆地望着我，眼里透着清澈的算计。这奇葩母子，谁爱伺候谁伺候，老娘不干了。我拉起菲菲，远离他们一家人，打车回了自己家。没多久，何家栋回来了，只不过他是回来骂我的。你别蹬鼻子上脸，要不是你妈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说点软话接你回来，我才不会去接你。再说了，我妈想要孙子有什么错？还不是你生不出来吗？这话听得我暴跳如雷，她没有孙子，都是我的错呗。你妈喜欢孙子，关我什么事？生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事吗？现在什么年代了，还孙子孙子挂在嘴边，难不成你家有皇位要继承吗？菲菲也是他的孙女，我怎么没见他给菲菲买过什么东西？现在给人家要金子倒是挺来劲。一听我这么说，他更像跳脚的猴子，脸涨得通红。我不管他的情绪，趁着这次机会，把这几年心里的怨恨全都发泄了出来。之前我坐月子，婆婆就拒绝照顾我，就因为我生的是女孩子，我说找月嫂照顾，她又说浪费钱。我让她来照顾，她又说自己要打麻将没时间。后来我是一个人坐着月子把菲菲拉扯大了，她又天天磨叽我生2胎，说儿女双全才是好。我没有精力，也没那么多闲钱，自然不会同意。没错，我们一家都喜欢男孩子，我也喜欢男孩子，你不如个老母猪，连个带把的都生不出来。够了！
我震惊地望着眼前的男人，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，怒不可遏地瞪着他。他被我扇得正在原地，傻呆呆地捂着脸。卧室门被缓缓打开，菲菲抱着娃娃，满脸泪痕地站在门边，哭着看向我们：“爸爸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”他全听到了。何家栋刚想过去劝，菲菲后退一步，避开了他。我连忙跑过去，把他搂在怀里，轻声安慰着。我从来不知道，他竟然也跟他妈一样的思想，都这个年代了，居然还这么重男轻女。既然他那么喜欢男孩子，就找别人生去吧。我越想越生气，带着菲菲和行李箱，再次站在门口。何家栋还在身后一动不动地站着，保持着刚才的姿势。有个重男轻女，还分不清里外的男人，往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离婚吧，周一早上9点，民政局见。这次我是彻底失望了。我没有回我妈家，而是找了个宾馆先住了下来。这2天电话都要被打爆了。我妈打的最多，询问我在哪，也有何家栋质问我的信息。最后一条，她道歉说自己错了，不该口不择言。晚了，我给我妈回了条短信，告诉她我很安全，便关了手机。第2天早上，我故意晚了半小时到。何家栋站在民政局门口，明显是很不耐烦，开口就问我是不是后悔了，否则怎么会来晚了。为了今天，我特意穿了一条鲜艳的裙子，化了精致的妆容，还专门去做了新的发型。庆祝都来不及，又怎么会后悔？财产一人一半，我要房子，他要钱，车是我全款买下的，自然归为我名下。紧接是菲菲抚养权的问题。何家栋低着头，声音低的工作人员快听不见，给他。虽然早知道是这个结果，可我心里还是拔凉拔凉的。多亏菲菲没在身边，不然不知道有多伤心。手续办得很快，我俩前后脚出了大门。离老远就看到他妈那张任人讨厌的脸。一个臭丫头片子，到头来都是给别人养的赔钱货。你弟媳妇肚子里怀的可是双胞胎男孩，祥瑞好兆头啊！我忍不住发问，你不也是丫头片子，是个赔钱货？婆婆听完怒不可遏，说我没大没小，还一边骂着何家栋，说瞧瞧你的好前妻，幸亏离了。我摇摇头，嘲笑他太无知。既然他们那么想要孙子，就等着那2个儿子出生吧。我开车在俩人的目光下扬长而去。离婚后第2天，何家栋把自己的东西清空，说可以带菲菲住进去了。平时让他做点什么，总是磨磨唧唧，现在倒是挺积极。这天我还在上班，前台说有人来找我的。我出去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居然是何家全的女朋友牛小娟。她来找我做什么？我找了一家咖啡厅，看着女孩有些愤怒地搅动着果茶，有些汁液都飞溅到了桌子上。她踌躇了很久，才开口说着这阵子的遭遇。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孙子，婆婆让她搬过去住。才住了半个月，婆婆就原形毕露了。在卧室里拉着小叔子商量，内容全被她听了个正着。反正小娟现在怀孕了，有了孩子就跑不了，婚礼不用办，3金不用给，结婚的钱也不用凑了。说完，她满脸愤恨，手的力度仿佛要把玻璃杯戳穿。凭什么？她凭什么？这老太太的算盘打得可真响，以为人家怀孕了就能轻松拿捏她。现在连3金和彩礼都不打算给了。不过我还是不明白，她为什么要来找我？姐，我这次是特意来向你道歉的。为了和她结婚，我和父母都决裂了，在这个城市也没什么亲人，手里身无分文。我记得
你要了28万的彩礼。我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。他们嘴上说给我彩礼，实际上就是自己存上了。到现在，我连个钱的影子都没见着。而且我还听到个秘密。他左右瞧了瞧，小声凑到我耳边：“你不知道吧？他们老家的房子最近拆迁了，听说补贴了一笔钱，全都给了家权。”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砸得我有些晕头转向。老太太竟然背着我俩，把拆迁款全给了小叔子。何家栋这个傻子，1分钱没的，还屁颠屁颠帮人家凑彩礼钱。我心中暗自啧舌，口中的咖啡也是五味杂陈。牛小娟一脸精明地凑到我耳边：“姐，幸亏你走得快，我呢还没卸货，等肚子里这个累赘卸下了，我才懒得跟他们家有半点瓜葛。”我平静地看着面前的女孩子，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。何家权何德何能把她娶到手里，看得住才算本事。牛小娟这次来找我，原来是想跟我借300块钱渡过难关。何家权抠门是出了名的，可怜这个小太妹身无分文，我当即给她转了500块，并告诉她不用还了，反正以后我与她不会再有什么交集。很快到了秋末，菲菲身体弱，一吹点风就容易伤风感冒。这天我带着菲菲来到医院抓药，刚经过走廊，听到一间病房里传来一片嘈杂声，仔细一听还挺熟悉，像是钱婆婆的大嗓门。要去儿科诊室必须经过这条走廊，我也不想再看到这家人，无奈还是被撞个正着。依依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把头埋得极低，还是被何家栋认了出来。是你还是菲菲不是吗？他关切地上前询问。我一声，还没来得及回话，钱婆婆像是带到可以倾诉的对象般，把我拉扯了进去。依依，你看看，这怎么可能是我孙子吗？这家医院把我的大孙子报错了。我顺着他指的婴儿车一瞧，哟，一个金发碧眼、粉嫩的小男孩子睡得正香。牛小娟半躺着，一脸玩味地看着我。我瞪了他一眼，调皮。他竟扑哧一声笑了。你还笑？说好的双胞胎，我的大孙子怎么长这样了？我拉过一个护士问怎么回事，他知道我是前儿媳后，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事情经过。那就是牛小娟跟何家权在一起之前，肚子里早有了外国人的小孩，只是顺手找了个接盘侠而已。现在生出来了，何家又不认了。何家权像个窝囊废一样蹲在角落里一言不发，婆婆还在骂骂咧咧，骂完医院又骂牛小娟，在这里出尽了洋相。我领着菲菲赶紧逃离这里，来到收费处交费。何家栋跟了出来，他为他弟交费，看到我们，他显得急促又不安，上前想抱菲菲，可是菲菲却躲开他，站到了我的身后。才几个月没见，何家栋满脸胡渣，面容憔悴，别说是菲菲，鬼看了都嫌弃。依依，你们过得还好吗？他欲言又止，悲伤地看着我。我们能不能复婚？他终于小心翼翼地问。我抬头看向这个一脸疲态的男人，心中没有半点涟漪。正摇头想拒绝，背后一个大力把菲菲拉了过去。菲菲，我的大孙女，快到奶奶这里来。不知何时，钱婆婆站到了我的后面，她抓住菲菲，使劲往她身边拉。菲菲吓得不明所以，快要哭出声。你干什么？放开她！我上前一拽，把菲菲拉回到自己身边。菲菲是我何家的大孙女，我是她奶奶，当然应该给我带。老太太厚颜无耻的毛病又犯了，我怒视她3秒，上前挡在菲菲面前。我和你儿子已经离婚了，菲菲判给我，你再抢我就报警了。
听到我要报警，他瞬间就怂了，站到何家栋身边，怂恿他出手，拦在我跟前不让我们走，不把菲菲留下，休想走。现在我们何家只剩菲菲一个亲孙女了，家栋，快抓住她，别让她跑了。何家栋呆若木鸡地看着这一切，没有动手的意思。你心心念念的小儿子，给你生了个混血宝贝孙子，你不要，打我女儿的主意。这么多年，你从不喜欢菲菲，就连乡下房子征收的钱也全给了你小儿子。你拿着那笔钱去帮你小儿子养混血孙子就好了。我嗤之以鼻地说出这一切，何家栋愣在原地，惊讶地看着他妈。果然，他也不知道征收款的事，当了这么久的孝子，把自己的家都做没了，才发现自己才是那个大傻。呵，你说什么？我们家的事情要你管？今天你不把我的孙女留下，你哪里都不许去。菲菲她姓何，不姓蒋。说完，老太婆又要冲过来抢菲菲，吓得菲菲哇哇大哭，躲在我身后，紧紧揪着我的衣服。够了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何家栋一声怒斥，只见他睁着猩红的双眼，死死盯着他妈。以前我以为你只是因为家权身体弱，所以事事照顾他。我是哥，我认了。长大了，成了家，你一口一个长兄如父，我要负担起弟弟的一切。只要弟弟有困难，我这个做哥哥的就要无条件地扶持他到底。何家栋哽咽着，可是我没想到你偏心至此。我为了你和弟弟赔掉自己的人生，可是你呢？老太婆被何家栋说的一愣一愣的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不知他此时此刻有没有悔意。他掩面哭泣，我心如止水。夫妻一场，能在这个关键时刻点醒他，已是我的大善，好自为之。接连几天，何家栋跑到楼下死缠烂打，请求复婚。我不为所动，每天带着菲菲正常送她上学。我上下班，把她当透明人。1个月后，她不再来了，换成他妈来。老太婆居然趁我还没下班去接菲菲，私自把菲菲接走了。她编了个谎骗菲菲说我在她家里等她。我气得立马打电话给何家栋，快把菲菲送回来，不然我告你们绑架。何家栋摸不着头脑，意思也不知道他妈带走了菲菲。我不管，你赶紧把菲菲找到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就在我焦急万分之际，牛小娟找到我，她可算是给了我一个确切的消息：死老太婆把你女儿带到乡下老家藏起来了，她还偷拿了你前夫的户口本，说要到村委给菲菲迁户口。我话还没听完，急得马上驱车前往何家栋的老家。刚到他家老房子门口，何家栋也赶来了，他一脸愧疚地看着我：你放心，我不会让我妈伤害菲菲的。他要把菲菲户口迁到农村来，他疯了吧？我们一路小跑，赶到村委处，大厅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。婆婆拽着菲菲，菲菲哭得满脸泪痕，村民们她一言你一语的在议论着。菲菲，我大喊。听到呼声，菲菲想要挣脱老太婆的束缚，大家也都劝她放手。家栋他妈，你又是何苦呢？孙女在城里待得好好的，你非要这样折腾她，你看孩子哭的。就是喽，你儿媳妇都跟你儿子离婚了，孩子判给他妈，你这么强行把他带到这里来迁户口，人家工作人员不会受理啊！我冲过去拉住菲菲，老太婆不依不饶，跟我一人一只手死死拽着菲菲的胳膊。菲菲可能是吓的，也有可能是胳膊被扯得疼，大哭着要妈妈。我气急了，又哭又打，胡乱地拍打着眼前这个不讲理的老太婆，离婚了也不放过我们娘俩。快放手！你伤了菲菲，我不会就此罢休的，
我要告你拐骗小孩。这是我的孙女，她姓何，你不能带走她，她走了，我们老何家可就没后了。何家栋这时上前把她一推，老太婆婆瞬间摔坐在地上。我把菲菲抱在怀里安慰着：“哎呀，我们老何家是要绝后了呀！你这个女人蛇蝎心肠，硬要把我的大孙女带走。还有你，何家栋，你没良心！你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守不住，你这个窝囊废，现在胳膊肘还往外拐，你怎么对得起何家的列祖列宗？”老太婆瘫坐在地上，当着众人的面撒起了泼。何家栋站在一旁，脸色铁青，握紧拳头，强忍着心中的怒气。我冷冷地看着地上的他尽情的表演，拿起手起拨出了报警电话。当我说到位，公安局嘛，我要报案，话还没说完，老太婆忽地一跃而起，打掉了我的手机。不能报警，不能报警。她终于怂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求你别告我，我老了，我只是想要我的孙女在身边。那个牛小娟，她就是故意坑害我们家的，自己在外面乱来，大了肚子就赖上了家权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亏待了你和菲菲，妈知道错了，你晚了。牛小娟怀胎嫁给你小儿子是没错，可要不是你们望孙心切，怎会被人利用？把人家当少奶奶一样供着，拆迁款也全给了小儿子，你这是自作自受。说完，我带着菲菲大步向外走去，何家栋全程没有拦我，只是落寞地看着我们离开。我妈听说了我离婚和一系列的狗血事件，终于不再指责我，而是感叹：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妈知道你从小就是个不会向不公妥协的人，自己的事情喜欢自己做主，妈也不会再干涉你的决定，只要你带着菲菲好好的，妈都支持你。我眼含泪花，向我妈点头微笑。我带着菲菲卖掉了现在住的房子，在公司附近重新买了个小2人居室，远离何家。过了半年清静日子，就在我疑惑之际，听说何家栋因为情绪低落，在上班途中不慎被大车撞倒，最终瘸了一条腿。他妈在医院伺候他时骂骂咧咧，极不情愿。这些都是他原来的同事告诉我的。嫂子，不，姐，你不知现在家栋有多惨，在医院没人管，听说身上都长褥疮了，他妈最多1周去帮他弄一下，医院的护士都抗议了，要把他赶出院。他弟呢？我淡淡地问道。嗨，别提了，他弟更离谱，自从老婆走了，他就把混血儿子扔给你婆婆。呸！钱婆婆整天在酒吧醉生梦死，大把撒钱，把家里的拆迁款霍得差不多了，他妈不给他就要死要活，反正人是废了。真是唏嘘，没想到离婚后，原来的婆家这样凄惨，看来不是一家人真不能进一家门。如今他们自家忙得一团糟，怕是没什么闲工夫找我们的麻烦了。牛小娟走了，她可真是心大，把孩子留在这样的家庭，自己一走了之。女孩子不自爱不自重，日后真要吃大亏的。我一定不会让菲菲成为这样的人，我要让我的女儿长成一个自信阳光、积极向上、善良大方的姑娘，未来可期。我和菲菲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